千年古窑醴陵瓷都，这座隐藏在醴陵深山的古窑厂，环境优美，风景秀丽。一条清澈的溪流从古窑厂经过，窑厂周围有一座几百年历史的古塔，以及一个古村落，还有1000多年前唐太宗李世民修建的古寺。寺庙里面供奉着陶瓷界的祖师爷樊敬德。这里是醴陵陶瓷的发源地，也是中华文化的传承之所，同时吸引着世界各地的游客到此参观。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嗨，大家好，我是天福。今天我们来到了中国3大瓷都的发源地之一的醴陵。在上期视频中，我们参观了醴陵市陶瓷博物馆，欣赏到了非常多精美绝伦的陶瓷作品。那些陶瓷作品让人叹为观止，流连忘返。现在我身后就是醴陵市的尾山村。尾山村它是一个保留了传统风情的古村落，在这里不仅保留了1000多年的历史的古庙，而且呢还有一座西字塔。当年尾山产出的瓷器不仅行销大半个中国，更是远销海外，所以这个地方就被堪称千年古窑村。那么现在大家就跟着我们一起走进这座具有传统历史的古村落去看看吧。嗨，大家好，今天天气非常的寒冷，马上就要开始下雪了。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呢，是湖南的醴陵市。醴陵古窑子周围停车是免费的，而且这边来参观也是不要门票的。到这个地方来非常的方便，而且这里面呢，保持着原生态的这个古村落的生活习气。现在我们就先进入醴陵窑古遗址去里面参观。现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有一潭溪水，整个水源的发源地是从上面的山谷里面的山泉水一直流淌到这里，非常的清澈。我镜头的正前方就是一座西字塔。西字塔它是中国焚烧制纸的地方。具体的文化呢，我们待会后期来跟大家说一下。我们先看看这个醴陵窑的一块文物保护碑上面的一些介绍。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醴陵窑2013年公布的。醴陵窑位于醴陵市登宝乡、分陵市乡、新阳乡、黄赖嘴乡、醴陵城区，总分布面积有129平方公里。现存自宋朝以来的各类窑址有84座左右。与窑址相关的瓷泥矿井、瓷器运输故道、生活设施、古塔庙等其他文物古迹更有89处之多。醴陵窑自宋代起开始烧造瓷器，以白瓷、青瓷、酱色瓷为主。明清时期开始大量烧制青花瓷。清末明初，醴陵窑继承和发扬了传统釉下彩的特点，成功烧制出了釉下五彩瓷，成为中国釉下五彩瓷的发源地。这是醴陵窑的一个相关的介绍。好吧，我们现在进去参观一下实地情况。哎，你好，进去参观一下。可以。门口呢，上面就是月形湾古窑厂。好，谢谢。这里是醴陵月形湾古窑厂地面文物遗产保护修缮工程的一个古老图片。
我进去看看。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以前的窑址烧窑的一个实地场景。在李陵陶瓷博物馆里面呢，有一块展示厅，就是把这块窑址啊成型做了一个模型。但是现在我们能够看到这个窑址的实景了。它这个窑啊，它分几层？你看最上层1层、2层、3层、4层、5层、6层窑楼，所以它每一层啊，它烧制的火候啊、时间啊，以及它的工艺啊，我估计都是有讲究的。这边呢，我们先看看下方啊，下方应该也是当初在烧窑的过程中啊，这里应该也是有一个入口的，好吧？我们先到里面参观去。整个这块古窑址全部还是保留了这些土坯房的一个结构，只是做了一些修缮。如果不加以修缮的话呀，这些房子啊，可能早就倒塌了。好，我们现在去里面去参观一下。今天过来参观的游客不是很多，因为天气寒冷在外面啊，我都冻得是瑟瑟发抖了。好，我们先到这个展示厅看一下。这看上去像是一个门卫室，一个消防展示厅。我们先到这个里面去看一看。整个这个地面呢，都还是用这些青绢呢做了一个修缮，但是以前肯定不是有这么好的地面的。好，现在我们镜头的正前方是谁呢？天福，知道吗？这里供奉的是梵公梵净德像。他是什么样的人物呢？他是制造陶业的先祖，也就是开山鼻祖的。应该是李陵陶瓷业的鼻祖，对不对？是的。没错了。好吧，我们先到这边的房间来参观一下。这里就是账房了，也就是以前这里结账啊、领取薪水啊、窑工啊来进行核算的一个地方。这是一个复原场景，这里以前是一站仓库，当然这里窑工啊都是在外面排队，不是到这里面。好，我们现在去另一侧看一下，这边应该也是有2个房间的，我们先到这边再看看。这边呢就是以前一些古老的石碑，上面是清朝的、圣朝的一些碑文，而且这个碑文呢上面的字迹啊，都还是比较清晰可见的。这块碑文呢就已经是缺了一角，这是光绪17年的一块碑文。这个上面是做了对碑文的一个介绍。碑刻李陵窑核心区为尾山窑区出土的数块清代碑刻，碑文内容包括清政府管理尾山瓷业、窑厂整顿窑业、捐修育婴堂、天福殿及包公庙、古洞天和尚墓碑，村民购置一山、祭祀礼仪等，记录了李陵窑核心区社会生活的各个方方面面，反映了李陵窑瓷业的繁荣与变迁。也就是整个这个展示厅里面的碑文都是清代时期有些碑文就会比较清晰可见，有些碑文呢就缺了一角或者是损坏了，毕竟有几百年的历史了。好，我们再去走到里面参观。
青瓷碗。这个是属于当地考古专家挖掘出来的，像清朝的、宋朝的，还有五代十国时期的一些陶制品。在李陵陶瓷博物馆我们已经有见识太多的李陵釉下五彩的一些精彩作品，我们这里就简单的看一下。如果大家对李陵陶瓷业的一些作品想去详细参观的话，可以不妨去关注我们上面前一期视频所拍摄的。我们今天到这个地方来了，主要是带大家感受一下几百年前陶瓷业这个李陵当地陶瓷制造厂的一些举人工还有他们生产的一个现状和环境，还有居住的环境。这边呢，应该是一个会客厅了，议事厅了，没错，这上面写的是会客室，这个都是做了一个1:1的还原。走到这里面来，就明显感觉暖和多了，在外面真的是受不了。所以今天到这个地方来参观的观众也要比以前少很多，基本上没什么人。这上面呢是李陵窑核心区文物分布图，因为李陵它也是一个山区。好，我们再到这个房间来参观一下。这边是窑工住房，这个场景呢，就让我们可以联想到是哪个地方会这样睡觉，我们就可以想到像现在的东北，都是相当于一个炕一样，每个人一张被子，然后呢，人挨着人这样子睡觉。同时呢，像我们的电视剧影视剧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到清朝的时候还有现在东北他们的一个住宿环境他们的家庭环境基本上是类似的。那么以前做工的甚至是一些清代影视剧那些工人太监还有那些宫女们还有长工他们的睡觉的地方基本上都是这样的一个场景。当然这里是窑工的一个住房，也是一个1:1的还原。好，我们先去另外一个地方参观。这个里面呢，就是一些比较年代久远的青花陶瓷器了。上面写的是瓷器样品间，以青花瓷碗为大宗。在明清时期的时候，李陵窑尾山窑区各大窑厂，他们的生产的一些产品全部陈列在这个展览室里面。这里是上了锁，可能是进不去了。刚刚何况是这个门它都只开了那么人要侧身才能进来的，因为防止有些人他们进进出出不小心防止撞到这个玻璃。好，我们现在走到另外一侧去看一下。看到这个室内这些地面，你看铺的这些绢应该都是当地特制烧制的一些绢，但是这些绢的材料上看上去像是抹了一层油还是什么，你看看它都会与众不同，和我们普通看到的一些绢都还是有一些差异。这也就是李陵古窑址的一些特色，它又不像青石板，又不像普通的红绢，也不像普通的青绢，完全的与众不同。
其实刚刚我们进去的时候啊，有忽略了这一块介绍牌，上面说这个位置呢是堂屋。堂屋呢，主要是窑工日常起居、举行祭祀和重大礼仪的场所。尾山窑区制瓷艺人呢，为了表达对瓷业先师梵公敬德传授制瓷技艺的敬意与感激，然后呢，在神龛上啊供奉了其牌位，也就是我镜头的正前方。在这个地方呢，举行新开窑啊、重要节日啊、梵公诞辰啊，还有祭祀的一些重要的活动。好吧，我们现在就走到前面去参观。像这个烧窑的地方啊，你看，都还是保留了以前几百年前那些窑工啊，全部是用当地的石材啊垒切起来的一块墙壁。这一个区域是厨房和餐厅，这就是以前窑工在这个地方吃饭的地方。上面都还保留了一些古老的一些餐饮用具，还有这个像什么石磨啊、石墩。好，我们先去其他地方看一下。这边是拉胚作坊。传统瓷器成型工具器型包括圆器拉胚和琢器做胚。明清时期，尾山各窑厂主要是烧制青花瓷碗为主，所以每个时代他们制作瓷器的作品啊都会有差异。这边是制釉作坊，就是釉无非不成。以临窑明清时期，釉灰以草墨灰或石灰石制炼，用水淘细而成。釉灰加细瓷泥浆，按照一定比例调和成釉浆，按照器物种类调制。釉灰与泥浆的配比以釉刚胜之。釉灰与泥浆的配比直接决定烧制后的釉料成色。泥10盆，灰1盆为上釉，泥7、8、灰2、3为中釉，若平对或灰多为下釉。这是关于制釉作坊的一个介绍牌。这边呢就是晾胚车间，用于阴干晾晒瓷胚，经阴干和晾晒后的瓷胚才可以进入窑烧制。这上面墙壁的这幅照片呢，就是实景当初这个古窑厂里面的工人们如何来烧制。因为现在这里做的围栏，我们没办法走进里面去参观，所以我们现在只能够通过摄像头啊近距离给大家呈现一下。这个烧制的窑址啊，有点像我们以前见过的，像烧制那个红绢呐、青绢呐，还有其他一些瓷器的场景差不多类似，但是呢，它会略有不同。这个区域呢是属于陈泥池，用于陶炼瓷泥。瓷泥陶炼过程啊，先以小方瓷浸泡瓷泥，浸泡过程中用木把翻搅出瓢去糟渣，不断注入清水，以使泥浆水经水槽流入下一池子，再次用木把翻搅漂去糟渣，再以马尾细螺过滤，细泥浆水流入最后一个池子，池底铺新绢数层，水分渗入变为釉浆，之后再将釉浆捞出，以细布袋装好，放入无底木匣，绢压吸水，水去成泥，将泥移到大石片上，用铁锹翻剖，令其紧实，以便盛器。这是陈泥池的一个介绍。这个地方呢，就是制作施釉作坊的一个场景了。这是野料作坊，像瓷器青花在石灰釉中加入适量的钴料烧制成的，
俗称青料。挑选青料以黑绿、晕则、光色全者为上选。施釉作坊全等制瓷工艺中，施釉需根据器物形制等实际需要，采取浇釉、刷釉、喷釉、淋釉等方式完成。施釉后的器物经阴干晾晒后，方可入窑烧制。然后这一侧呢，就是泥料室。泥料室应于盛放经过粉淬、淘洗、晾晒、制泥胚等工序加工制作后的泥料，在泥料室经过一段时间自然发酵后，方可应于拉胚。所以制作这些陶瓷啊，它对整个生产工艺过程啊非常的讲究，流程呢也是非常的繁琐，工序啊非常之多。这块区域呢，就是彩绘作坊。明清时期，尾山以烧制青花瓷碗为主，以青料在瓷胚上绘制纹饰后，照以釉水入窑烧成。青料绘制的纹饰变得清脆，是为青花。因青料发胚后置不照一层釉，直接入窑烧制，烧出来的颜色仍为黑色。这个就有一点点与众不同了。当然，这个对于陶瓷领域的人他们看到上面的介绍啊，就知道整体的一个过程。但是对于我们门外汉来说，可能就理解的不是那么透彻了，因为这里面呢，没有不收门票，所以里面也没有解说员了，可能需要后期啊去邀请等这些瓷器的人来帮我们讲解，可能会更好。这一片就是运输工具，在清朝时期啊，我们都会用这种手推车啊、斗轮车呀，来装泥头啊、装瓷器成品啊、半成品啊。上面呢都是一些古老的照片，呈现当初李宁瓷业的一个生产、运输过程、交易过程。然后这个整个这个古遗址这一块啊，保存的还算是比较完整，而且没有太多的损坏部分。在这个围栏上面，我们都可以看到这些废弃的陶瓷半成品。这个地方可以进去看一看。这边啊，就这边进去。好，我们再到这个生产车间去看一下。这个部分是属于，我们看看上面的这块介绍牌，写的是什么啊？把镜头拉近一点。对泥作坊，尾山瓷泥丰富且质量上乘，这是尾山成为李宁瓷业发源地的重要因素。也就是当初泥头要经过这套工序，这是第一步工序，也就是工人啊，他们扶着上面这个栏杆，用脚来把这个泥头啊放在这个位置啊，把泥进行就是前期做一个相当于搅拌的一个过程嘛。因为以前没有搅拌机啊，没有这些工艺的制作，所以它需要完全通过人工来进行泥头的搅拌呐，前期的一个碾压这样的一个形式。这种技术啊，发明于西汉，在晋朝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普遍了。我们可以走进去看一下以前清朝时期的一些场景啊。这上面有一张古老的图片，然后这一侧呢，应该也是有一张图片，这就是非常直观的，可以看到当初人们是怎么样来做这个泥头的。人就站在这个上面进行踩压，这样子就可以
进行一个离胚的前期的一个过程。这个宫位有1个、2个、3个、4个、5个，整个这一排有5个宫位。中间这些古树差不多也有个50到100年了。上面有一个体验项目。好啦，这个古窑址我们就暂时给大家参观到这里吧。待会儿呢，我们去看看整个这个尾山古村、千年古村落里面的一些现状，还有那座有1500多年历史的古寺。然后我们近距离看看那座古塔西子塔。我们先来看一看眼前的这座宝塔西子塔，看看上面有没有相关的文物介绍。这座西子塔有5层，5层是吧？是的。这座西子塔它的地基就是建在这个石头上面的，整个基座啊比较小，用的石头加青砖累积起来的，所以这座西子塔呀，应该没有特殊的一个设计，可能就是就地取材，用的青砖修的一座塔，也叫砖塔，应该是。这里有关于它的介绍。好，我们看一下。哇，藏在这个里面了。西子塔始建于清代，由基岩、基座、塔身及塔顶组成，6方5级，高11.9米。基岩为天然石灰岩，塔基印老窑砖砌筑，塔身包括塔墙及各层的塔檐，塔内通孔，高度层层递减。所以我刚刚在外面看了一下，我就想这个塔就是一座砖塔，它不是一座石塔。西子塔的功能呢，主要是有2方面，一个是古人今昔西子的理念，凡是书本上带有文字的纸张一律不得随意丢弃，表符包裹更不能随意的践踏，只能到西子塔里面进行焚烧，以示对文字的尊重。第2个部分呢，就是主要是修建于进村道路的水口地段上，与古窑厂接龙桥以及步步水井之间布局奥妙，相得益彰，可能跟当地的风水还是有一定的关联，也就是我们眼前的这座西子塔。然后下方呢，就是山泉水引到这个位置，我们通过这个石梯走下去看一看，上面是做什么用途的。月形湾水利炼泥作坊始建于清代，由引水渠、水车、洗泥池、榨泥坑、晒泥坪组成。作坊充分利用尾水自然落差势能，将水的势能导入引水渠，水能通过木质水轮机及木质机具的全动配合，实现水动力的粉碎炼泥。粉碎的瓷泥经洗泥池浸泡、淘洗、沉淀，以过滤瓷泥中的杂质，再榨泥沥水并晾晒，方可用于拉胚制瓷。炼泥工序，首先第1是粉碎，第2是浸泡，第3是淘洗，第4是沉淀，第5是榨泥，第5部分就是摊晒，就是将水能转化为机械能。因为在古代没有电，没有高科技，不像现在，所以很多时候古人都会利用原生态的一些特有的作用，将它们转化成现在的能够给人省时省力。现在都还是1:1的还原当初的一个生产的一个场景。
只不过这个水风车它现在没有转了。好吧，我们现在就准备去到这座上千年的古村落，以及去参观有1500多年历史的古洞天寺。它这个台阶上都镶嵌了这样子的瓷器。好，现在我们沿着以前那个古道啊，走到这个山谷里面去。这呢一条呢是一条保存了有上百年历史的青石板古桥。眼前这条溪流啊，你看水非常的清澈，上面的水资源全部是那个山谷里面流下来的。现在沿着这条溪水呢，当地的旅游部门呢修了一条人行道，我们现在呢就步行过去。走在外面真的是寒风刺骨，不是一般的冷。我们现在要去的这个古庙，它叫古洞天寺，它是一座千年古刹，已经拥有1500多年的历史了。而且相传呐，这座古洞天寺它是始建于东汉公元5年。但是呢，距今已经史无考证了。相传，唐太宗李世民还下旨曾兴修这个古洞天寺，尉迟恭主持监修，而且在这个古洞天寺里面啊，还有专门雕刻了2块木匾，是记录唐太宗李世民以及尉迟恭他的相关的匾额。现在镜头上方的这个门啊，应该还是以前的一个古窑厂的一个生产车间，因为上面的这个门啊都与众不同，和我们现在看到的门啊是有区别的。只不过现在呢都已经是现代化的房子，然后呢这条路呢走的人不多了。好，我们现在继续往前走吧。在道路的左侧啊，这里有村民栽种的玫瑰花。以前这里可能还种了有草莓。我们今天来到的这个古村落名叫尾山村。在2018年的时候，尾山村被评为中国最美古村落，被评为中国第5批传统古村落。在这里啊，以前这个地方生产的瓷业远销大半个中国，更是远销海外。但是如今这里的古窑香火已断，没有开始制作陶瓷窑业了。但是呢，它沉积下来的制瓷业啊，依旧成为了这里最耀眼的风景。大家看我们镜头的远处，到处都是这样子的古代民居。这里保留了100余座这样子的古民居，还有古桥、古庙、古塔等。这一片栽种的这种玫瑰花接近有1亩地了，应该是售卖给别人，或者是有其他的一些用途。镜头前方的这些房子呢，都是泥土房，而且都一直保存在这里。现在呢，被改造成了民宿了。这里是沩山印象。好，我们走到古洞天寺嘛。
呈那边大路去。前面5个大字：尾山欢迎你。然后山坡的半山腰啊，有一栋比较年代久远的一栋泥土房，而且的结构啊比较有特色，看上去已经是没有人居住了，但是呢有水泥路啊直达山顶。现在呢应该是没有被改造成民宿，但是像我镜头的这些房子啊，全部都被改造成民宿了。好，我们现在继续往前走。看家家户户都养的有狗。这里呢是被改造成了村民的一个幸福屋场了。我们去上面看看这些房子，你看看都已经废弃了，成为危屋了。这一块呢是改造成一个商店了，但是看起来目前也没有营业。上面写的是九爷商店、九爷豆腐坊。所以整个这个古村落还是古色古香的。走到这个位置，你看这户人家栽种了2棵比较大的桂花树，但是这个房子已经是废弃了。可能这个地方改造民俗的时候啊，生意最好的季节呢应该是夏季，可能这个到了夏季啊，这个地方会比较凉快，比较舒服。然后呢，因为呢左手边呢是一条山谷里流下来的一条溪水，小孩子呢可以到这个地方啊玩水，大人呢可以在这里面纳凉，这样子的人住在这个位置啊会非常舒服，尤其是这些上了几十年的这种土坯房，会非常的冬暖夏凉的这样的感觉。哎，老人家你好啊！哎呀，这里是尾山村老年协会啊，都老年人在这里玩牌咯，休闲的地方啦。啊，只有2个人啊？吃过午饭没有？还没吃过午饭啊？这个房子是泥砖房吗？还是？啊，红砖房。我们今天走进来都基本上没看到什么人。这里面那个古镇天师还在里面吗？啊，还在里面。里面住的人多吗？不多啦。年轻人都没在里面住了吗？啊，都是老年人住在村里面。啊，你现在就你一个人在这里啊？啊，2个人。好，打扰你了啊，谢谢。这些玫瑰都已经快长到道路上来了。所以这个地方被传为全国的古村落的保护地啊，它是肯定是结合当地的一个生态环境，以及它房屋的结构，还有当地的历史文化。刚刚这位老人家呢，他告诉我们，古镇天师还要往里面走。第二呢，这里面基本上都是老年人住了，所以我们待会儿啊走到古镇天师的地方啊，再看看有没有老人家，再跟他详细了解一下关于这个古村落的一些历史，还有当地的一些风土人情吧。左右两边这些房子，基本上我们都看不到红砖房新的楼房，全部是这些泥土房。有些呢被改造成民宿，有一些呢就废弃了，有一些呢还是有一些老年人呐在里面读书。在这个深山里面啊，我们到处都可以听到有花鸟虫鸣的声音，说明啊这个地方是真的原生态。好，我们现在看到这里又有一块文物保护碑的介绍。和我们刚刚去看的李陵窑是不是一样？这里是一样的。那么这个位置呢，以前应该是
也是一个窑厂，只不过呢，现在是废弃了。而且这个位置呢，应该还有人居住在里面，但是因为天气寒冷呐，可能人呢都在家里不想出来，或者是去外面活动去了，或者是去干农活了，我们就不进去了。我们先去果冻天寺嘛，在尾山村这里面呢，窑厂大大小小的窑厂啊，非常非常之多。因为刚刚文物保护碑上面有介绍，这里有从圣朝开始，这里面就有人来制作陶瓷，做一些瓷器。溪水上面啊，都有用青石条搭建的一个便衣桥了。你看地方，肯定是有老人家还住在山上面的，因为现在的年轻人呢，都不会有人愿意住在这上面了。整个我们一直走下来呀，基本上看不到年轻人，不改造成民俗了。这里消费怎么样呢？消费肯定不高哎。不高啊，多少钱一个晚上？现在还没有开始，还在建设中呢。啊，等于把现在的这些泥土房全部改造成民宿。啊，你是这里的承包还是以前住在这里啊？这就是我的家。啊，这是你家啊？啊，现在改造成的确是很漂亮了。就是把瓦呀、梁啊稍微放了一下了，再把墙稍微做了一个修饰了。好，谢谢，我们去里面玩一下。在那个地方，好像供奉了哪些神像？这里是一口古井，上面写了“吃水不忘挖井人”。这是一口古井，这里供奉的是一尊神像。看这个古井，非常的有特色。这里还有养的金鱼嘞。待会儿我们再来采访当地的村民，看看这个古井，看有没有一些相关的历史介绍吧。然后这里呢，也在慢慢的被改造成民宿了。这些泥土能够保留下来了，他们就保留了；不能保留下来的呢，就全部拆掉。因为改造成民宿啊，首先第一点就要考虑安全性，所以这里大部分都被拆了，只有很少一部分保留。整个上面的瓦片啊、横梁啊，全部翻了一个遍。在清光绪年间，这里的窑户都有480余家，而这里每年生产的各类的瓷器啊，更是高达了8000万件。当时这里的窑工都有2万多人，加上家属及其员工，更是高达了非常多的人口。可见啊，这非常的喧嚣，人气啊非常的旺盛，这里非常的繁华，被当地人称这里为小南京。整个这条小溪两端啊，这种用长条青石板搭建的这种便民桥啊，会比较多。像这些房子都废弃在这里了，但是慢慢的都会被改造成民俗。啊，这里上面写的是尾山民居第1栋。西施豆腐坊，可能当初这里被打造成一个旅游景点的时候啊，到这里来游玩的人会比较多。但是到了冬季啊，可能，到这里来玩的人呢就不会那么多。而且呢，每个人呢到一个地方来，他都会有一个热潮。等这个热潮一退啊，可能他就恢复了往日的宁静了。啊，走了这么多，我们终于看到一栋新修的水泥房了。前面就是果冻天寺了。
这上面写的是尾山村豆腐客栈，然后呢是古洞天寺，这里是洞天小院。这里呢有一个土菜馆，现在终于出了丁点太阳，人啊身体就感觉不会那么冷了。古洞天，眼前这座不起眼的这一座寺庙，居然有1500多年的历史，所以啊，每个寺庙啊，它都会有一些特殊的使命以及它的一些历史故事。上面就是古洞天寺的介绍。古洞天寺上面有详细的介绍。尾山古洞天位于醴陵登宝乡尾山村，又称小尾山寺。该建筑始建于唐代，系大圆禅师所建。相传此地为仙人花屈灵和富天师修炼之仙居，在全国道教36小洞天中，属于第13小洞天，占地面积760个平方米。具体建筑于1990年前后修复，所以这座寺庙也是一座陈建的寺庙。我们从来不会去寺庙里面内部去拍摄它的场景，所以呢，我们就在寺庙的外面呢，简单的参观一下。这个寺庙看起来虽然是不大，但是它的历史啊、文化渊源，旁边呢就是民居，现在慢慢的也会被改造成民宿了。现在这里都修建了围栏，地面也做了硬化。不久啊，整个这个房子啊，就会开始做一定的修复，然后被改造成民宿了。然后上面供奉了慈叶祖师，上面4个大字在前方。好，我们再围着这个千年古寺周围再看一下。我们在这里发现了一个铜像，上面写的是什么？看看有什么与众不同的历史吗？前面还摆放了一口缸，上面应该是上香的吧。这里面没有水了，应该以前种的有睡莲。其实我们刚刚应该是要从右边往左边念才是对的，应该读作尧神铜兵青铜像。这个铜像它高有4.18米，由围山古洞天创建。对了，因为有些时候啊，中国的文字啊博大精深，这上面呢是关于火神藤宫卷的一个介绍，但是上面的文字啊已经脱落得很严重，完全看不清了。整个这个铜像，它的基座上面全部是一些废弃的一些瓷器做的一个装饰。古洞天寺的历史可谓是非常的久远。相传在唐朝的时候，东渡弘扬日本的高僧鉴真和尚曾经在这里受过戒，而且呢，在贞观12年的时候，唐太宗李世民为了完成唐高祖的遗愿，兴修古洞天寺，并且呢由尉迟恭主持监修。在这个古洞天寺里面啊，有2块木匾，分别刺刻有开元皇帝万岁万岁万万岁以及尉迟恭监修的2块木匾。只不过我们刚刚进去找了一下，并没有找到，而且我们刚刚也询问了一下寺庙的管理员，他们也不知道。除了这座古洞天寺以外呀，其实还有一座庙叫梵宫庙，但是由于那个特殊年代啊，那个梵宫庙被拆毁了，现在在我们眼前的只剩下这座古洞天寺。看一下，
旁边这些房子下面的一层地基都是用的这种青砖，上面呢就是泥土。上面的瓦片看上去是做了一定的修缮，然后这里应该都还住的有人。看，但因为外墙做了粉刷。这里面呢都还有老人家住在里面。这上面的字就非常的有特点了。家和万事兴，这5个字全部是由当地的瓷器上面镶刻上去的，非常有特色。这是醴陵瓷器的第1大特色。这条街道要是放在50年前，这里仍然是一个防法之地。墙面虽然被这个日晒雨淋衬纱的比较明显，但是这个墙面还是坚固如初。第2层呢，做的是吊脚楼的形式，看上去应该是直接可以在上面行走。然后两侧种了很多这样的青菜，当地居民开垦的土地。整个村落看起来非常的安静。哎，大叔你好，出去务工啊？搞柴去。搞柴去啊？这里面我们一路走进来都没看到多少人在这边住啊。对。现在没什么人住在这边了吗？以前这个村落是不是很热闹啊？很热闹。现在有多少人还住在这里了？现在这一条村子只有几十个人。只有几十个人了。以前有100人。以前1000多个人。这个村的话有多少年历史了呢？这个村的历史有多少年了呢？有1000把年吗？有这个村落有1000多年了。哎呀。那个瓷业的那个发源地，我们是。瓷园的发源地。也就是这是你的左屋了。下面还可以过去吗？路子不好走了啊。好，谢谢。下面还有人住吗？没有了。下面没人住了。好，谢谢。所以山谷里面，刚刚这位大叔告诉我们说里面没人住了，我们再走到前面去看一下。这里面就真的是古色古香的一个村落了，保持的还是非常的完整。看这些房子，它都做了一定的修缮，应该是住的有人，只不过目前看起来好像也搬离了。房屋出租，这个房子现在要租出去是有难度的。这样看来，这个古村落再等个50年，可能就会废弃了。因为目前看来，这些房子基本上都没什么人在这里面住了，也没有人打理了。
这些有年代感的青石板桥啊，随处可见。好，我们就不往里面走了，因为整个古村落，它里面的房屋结构基本上都是差不多的，以这种泥土房为主，然后现代化的房子可能不超过5座，因为现在很多人呢，他们也不愿意住在这里面，哪怕现在这个路面呢，都已经硬化了，铺上了水泥路面，甚至这个村落啊被打造成旅游景点，但是还是不能够吸引更多的人到这里面居住。哎，大哥你好。啊，我在这里玩啊。你这一片的房子有多少？像这种老房子还有多少啊？啊？我都不知道多少。啊，你都不知道多少？啊，你是一直生活在这里噻？是的。啊，现在我一路走过来都没看到多少人在住在这里面呢。没得啥人呢。都是出去了吗？还是？出去了。啊，年轻人都出去了，他们也不回来。但是这个地方，他如果把房子修到这里，感觉还可以啊，还很不错啊。为什么他们都不愿意回来呢？他都有人家呢。啊？那些人进了屋呢。啊，都去外面挣钱了。到时候我们去到屋头去卖到屋改成里头。啊，就挣了钱，在外面买了房子，他们到时候屋里卖了房子。啊，但是他们也不愿意把房子修到这个里面来。我进来看到，你看整个路面都也做好了，是做好了，然后这里又被打造成了旅游景点。正常来讲，住到这里面来很好啊，你看有山有水，有山有水是个啊，然后这里的空气又好，环境也好，环境还是可以啊。啊，那为什么都没有人愿意回来？我就觉得有点奇怪了。啊，因为整体我看到这个村子，你看这个土房子还挺多，新房子没有几栋。啊，土房子蛮多的。嗯，所以我就觉得很纳闷，我说这么一个好地方，怎么都没人愿意回来？嗯，基本上都是老年人住在这里。老年人啊，主要是我的为后生的去。啊，你的年龄不大吧？我也是60几了。你有60几岁了？60岁。啊，哎，你贵姓啊？我姓尤呗。现在平常这里来参观的、来玩的人多不？有时候人多，反正是没得这么多人。就是夏天的人多一点。暑假等基本那个是寒假，这个人就多些。寒暑假来的人多一点。春节呢，中秋节人家。啊，就中秋节就是节假日人会多一点点。平常没什么人来，像雨行社啊、雨行堂没有人吗？雨行社、雨行堂没人来吗？也没有来。这个我们现在这个地方属于这个村落的最里面了。那边还有人住吗？那里面？那边顺利我还顺利去找个位的，还顺利去就是这里混的，那顺利去。上去就是尾山了。是一个里面还有没有人住？里面没有，里面还有几个人呢。里面还有几个人住啊？有几个人啊？将2个人2个花的有几个人。啊，也是住这种土房子。啊，都是土房子。但是他们也是住在山谷里面，还是住在山上呢？都是没在山上，都是平地。啊，都是平地，只是说住在最里面了。也是老人家了，当然。啊，他们也不愿意搬出来。啊，我看到这个地方还挺好的，你看，以前这里住的人多不多啊？整个一下子有没有1000多人啊？以前是蛮多人的。以前就是蛮多年的，我的生人都蛮多年。但是我刚刚一路走过来，好像看到的田也不多呀，土也不多嘞。啊，没得啥呀，田是没得啥的，土还是蛮多。土多。啊，土都是个坡的，那个坡的我们讲。啊，明白了。就相当于现在那种小山坡，把它开垦出来就变成土了。但是田就不行。啊，田呀，就1分田1个人呢。啊，1个人1分田。啊，是的。啊，那如果1个人1分田，那就吃饭就成问题了。是。难怪。都是没得田。明白了。现在这个地方，你看我刚刚进来看到了，电也有，水也有，路也好，路也修好了。然后现在说实话，你看以前没田的地方，现在也荒废了，是吧？才几10年的光景，以前都没饭吃，现在有田的都没人种了。没人当。所以说我一路走过来，我就想看看这边到底是什么一个情况，因为我刚刚在那个李林窑那个古遗址城那个里面一直走到这里面来，然后这里不是有一个古洞天寺嘛，所以我要顺便到这个古洞天寺这里啊来看一看。那像你这里没什么人的话，住在这里怎么打发时间呢？
平常的话，你可能就是平常你们会去山上摘点野果子啊？山里那没这野果子。没有野果子啊？那平常这住在这里面怎么打发时间呢？我平常我们做手艺。啊？做手艺做面馆。做面酱。啊，做面酱。做面酱啊？那也就是说你会用竹子编织一些东西啦？是。编织你们的编织。做面酱的。啊，你以前是面匠，就是编织那个什么竹椅、竹床、竹篮子。你这里竹子多吗？我没看到，好像没看到。有的好多竹子，新就是和你面生豆的那。啊，别人送过来。新就和你面生。人家早点收他几年的好多豆子，没得搞。啊，那也就是你以前的收入，全部就是基本上就是靠一双手做面酱帮啊。做面酱弄家。啊，用面酱去赚钱，就帮别人做那个竹席，是吧？所以我的嘛自由，我的嘛自由。现在没怎么做了。啊，明白了。以前可能买这种竹制品的人会多。啊，以前是。忙不过来了，生意。以前是我的家人做，我的姐做。啊，以前是几个人做，忙不过来。但是现在基本上就没什么人了。现在啥的都要卖，嗰度好似呢個初級男仔都用個少噶啦，那這個化學初級呢就是個說那個。啊，今天是紫米炒價、高炒價、矮炒價。啊，这个我听得懂啊，对。做木勺啊。现在就是要的最多的就是编织那个撮机、篮子，基本上这个竹席、竹床这些没人要了。这个是路子家当很那家买呀，那个是进我的。是的。左边新修的桥，右边是几百年的古桥了。你看古桥中央这个青石板被独轮车年复一年、日复一日非常深的一个槽痕了，非常与众不同。这两座桥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这个千年古村落里，我转了大概接近4个小时的时间，我不仅了解到了这座千年古瓷都发源地的历史文化，并且感受到了当地独特的风土人情。好啦，今天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这个水可以直接喝吗？啊？你这个水可以直接喝吗？可以吗？可以直接喝啊？啊。哎，这个水有什么讲究吗？没得讲究。没有讲究啊？没有。这里跟个菩萨是他是什么样的呢？观音老母。啊，观音娘娘。啊。这里还搞一个，这是一个山泉水了。山泉水就是通过这个做的一个乌龟的池一样的。我以为是当地哪位，就是说以为你们的祖先呐，或者是谁来搞的这个井水的。啊，这上面一直切下来的。啊，我以为这里有什么好的一些历史故事啊，或者说啊，没有啊。没有。这个水应该还是要烧开喝可能会好一点的。喝是可以喝。啊，直接可以喝。好，这个好喝。它这个水一直流不满吗？还是说这里面有槽可以流到下面去？没，就是说。那这个水一直流下去，怎么会它会不满呢？它这个对也比较大一点，满的。啊，这样子。所以这个地方也是个比较神奇的地方。刚刚这个村民说，这个水它没有通到那边的小溪，里面去。所以，但是呢，这个山泉水一直往下面流啊，它这个水啊，它都不满。你说这个地方神奇还是不神奇？虽然，而且我们经常说过水滴石圈，但是这个水它还不叫水滴了。你看这个水流量还蛮大，正常情况下它只要1个小时就可以完全把它流满。但是这个水啊，它一直就是保持这个水的深度。所以我个人认为啊，这个水面啊，它应该还是通过其他的途径渗到了哪个地方去，但是我们现在看不到。我们看看这边有没有潮流出来，这边也看不到有潮流出来，所以它里面的水呀，不知道流到哪里去了。而且旁边你看这些石柱子啊，像这些都还是
非常的有年代感的。